你在起飞前发帖说，你不是因为以色列、伊朗停火而离开，能说一下为什么离开吗？我们追求的不是停火，而是比停火更好的结果。我没说过我想要停火，那是马克龙说的。他人不错，但经常搞不清楚状况。总之，我们不追求停火，我们追求的是比停火更好的结果。具体来说，你们会不会？好吧，美国和这场冲突在这个阶段，你们现在打算为以色列做更多的事情吗？不，我们现在做得很好。记住，伊朗不能拥有核武器，这很简单，不用深究，他们就是不能有核武器。关于呼吁德黑兰撤离，你的想法是什么？是否存在威胁，还是有即将到来的攻击？对于全面撤离的考虑是什么？没有，完全没有。我只是觉得，我希望人们安全，那种事情总是有可能发生的。我只是希望人们安全。今天对于美国在该地区的军队或资产有任何新的担忧吗？我们的人都很棒，他们知道如何保护自己。你刚才说更好的结果是什么意思？如果他们胆敢对我们的人做什么，我们一定会严厉打击，我们会狠狠地打击他们，而且我们已经不再有所顾忌。我想他们知道最好不要碰我们的军队，大部分情况下是这样。你要派副总统去吗？如果针对我们的人民也是一样。你计划派副总统和史蒂夫·维特科夫去吗？有报道说你想派副总统和维特科夫去和伊朗人会面并进行讨论，你在考虑吗？还不确定，我可能会看我回来之后的情况。具体来说，什么才比停火更好？你到底想要什么？一个终结，真正的终结不是停火，而是彻底的终结。永久解决方案吗？对，或者彻底放弃核武也行。你们离目标很近了吗？这有可能吗？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有可能实现吗？当然有可能，彻底放弃是有可能的。如果伊朗袭击美国基地或对美国基地造成任何破坏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和国防部长是否已经为您制定了相关计划？我不能告诉你这个。我可以问一下吗？因为现在有一些怀疑的声音，如果美国真的采取军事行动，能保证美国的炸弹可以摧毁伊朗的核项目和设施吗？世事难料，人生亦是如此，你也明白的。看看你自己，对吧？没有保证，但你说的保证是指什么方面的保证？你觉得如果美国采取军事干预，真的能摧毁伊朗的核项目吗？你对此的评估是什么？我希望他们的核计划在那个时候之前就被摧毁了，他们不会拥有核武器的。你有没有什么理由相信以色列人会放慢速度，还是他们现在会加速行动？我们走着瞧吧，接下来几天就知道了，对吧？你们会知道的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放慢脚步。国会8人小组是否已收到未来几天内将要发生事情的通知？我们会和他们谈的，虽然并不必要。你在华盛顿能做哪些在加拿大做不了的事情？就是稍微，我觉得更顺利一点，不用那么多打电话，因为我不相信电话，因为像你这样的人会偷听，你知道吧？所以在现场要好得多。我们在 G7 峰会上完成了所有我必须要做的事情，我们开了一个很棒的 G7 峰会，我们和欧盟签署了一项协议，第一阶段的协议，而且我们和英国签署了一项协议，英国真的很棒，我们在很多协议上都取得了很大的进展。我的意思是，实际上如果你仔细想想，我们已经完成了每一项协议，因为我只需要说，这就是你要付的钱。不过，说话态度好一点，总是好的。贝森特部长留在加拿大当你的代表吗？是的。还有人要提问吗？对，还有几个人。还有谁要提问？除了 CNN 以外的。谢谢。总统先生，您在和欧盟对话吗？您能告诉我们您和英国今天签署的协议的谈判进展如何吗？我们正在谈判，但我觉得他们目前还没有提出公平的协议。你知道，这些年来他们一直很强硬。如果你看看欧盟，他们成立的目的不就是为了伤害美国吗？我们要么达成一个好的协议，要么他们就得按我们说的付钱，但绝不会。日本呢？您和日本首相简短会面了吗？我们聊得很愉快，我觉得他非常棒。你知道，我和前首相安倍晋三关系很好，他是个了不起的人。我认为现任首相也会做得很好。你觉得和他们达成协议的可能性大吗？有这个机会，他们很强硬，日本人很强硬，但最终你要明白，只要发一封信说，这就是你要付的钱，不然的话，
你就不必和我们做生意，但我们有机会做得更好。他们想修改汽车关税，有可能吗？走着瞧吧。还有别的问题吗？关于俄国对基辅的无人机袭击，你对此有何回应？什么时候？俄罗斯对基辅的无人机袭击就在最近。刚刚14名平民被杀，地重。你是说我刚走回来见你们的时候发生的吗？我得看看。关于中东问题的联合声明是什么变化让您决定签署这份声明？G7的联合声明。我还没看到那个声明，但我授权他们去说一些事情。我不知道他们有没有直接那么说，但我觉得他们可能说了。我们开了一个很好的会，我认为加拿大的代表做得非常好，他做得很好，卡尼总理做得很好。你和他会面怎么样？和加拿大的贸易谈判进展如何？我觉得挺好，我们进行了很好的会谈。你说他在探讨更复杂的协议太复杂，所以一直没搞定。我们需要速度，你知道。实际上，如果你仔细想想，我们大概是在和175个国家打交道，其中大多数国家会收到一封信，内容是我们很荣幸与贵国进行贸易，这是贵国需要支付的费用。我们现在赚了很多钱，你知道，我们通过关税收入了880亿美元。2天前，国会打电话给我说，我们不明白这个数字太离谱了。我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？他说我们现在的收入比我们想象的要多得多，我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情况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说查查关税那一栏，他们以前从未见过大约880亿美元的关税收入，而这与未来的收入相比根本不算什么。还有其他关税即将到来，很多，是的。这些什么时候开始实行？比如木材、药品。会实现的，我们很快就会在制药方面有所行动，这会把所有公司都带回美国。全部吗？还是专注于某些行业？会把他们中的大多数带回来，至少是部分带回来。你知道，他们离开我们是因为我们之前的总统们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我们本不该失去我们的汽车产业，这些年来我们失去了52%的汽车产业，本不该失去的。其实他们只需要说，如果你要造车，你要离开我们去别处造车，那你就得支付25%到30%的关税，这样他们就永远不会离开了。以前没人这么说过，直到我来了。国土安全部表示，移民及海关执法局将再次开始在酒店和农场执法，这和上周的政策有变化吗？我们会到处调查，但我认为最大的问题是市中心，我们正在到处调查，看看他们让什么人进入这个国家，拜登让什么人进来的，那些被允许进来的人，坦率地说，我认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。那些他手下的人，他们让什么人进入这个国家？我们永远不会忘记，如果我们提名乔治·华盛顿接受批准，民主党人会用尽所有时间，每1小时每1分钟，尽可能长时间的拖延。如果我们有亚伯拉罕·林肯和乔治·华盛顿的结合体，他们也会最大限度的拖延。这就叫做最大限度拖延。总统先生，您一直说您不认为伊朗应该拥有核武器。但您个人认为他们离拥有核武器有多近？因为土耳其加巴德3月份作证说，情报部门当时表示伊朗没有在制造核武器。我不在乎他说了什么，我认为他们非常接近拥有核武器了。我想问一下，你在会议现场说了好多关于将加拿大并入美国成为一个州的事，有人跟你谈过这个吗？你现在是什么想法？我认为这对加拿大来说是比更好的交易，但你知道，这取决于他们将不得不支付大量的关税，还要为铁穹防御系统支付很多钱。他们想参与进来。顺便说一句，关于那个防御系统，我们可能会单独达成协议。我们讨论过那个关于铁穹，那可能是一项单独的协议。他们想要出7亿10亿，他们会付钱。所以关于铁穹的协议会和关税分开吗？对，会在那个铁穹里面，他们会在铁穹的保护罩之内。你现在愿意和伊朗人谈判吗？还是你想等等？我不知道，我一直在谈判。我告诉他们做成这笔交易，他们本应该做成的。他们的城市已经被炸成碎片了，他们损失了很多人。他们本应该做成这笔交易，我告诉他们做成这笔交易。所以我不知道，我现在不太想再谈判。你觉得你明天会去战情室吗？是的，明天一大早，在你们还在睡觉的时候再见，各位。你为什么让大家撤离德黑兰？你发帖说让大家要撤离。对，我觉得这样更安全。那里正在发生很多不好的事情，我认为他们撤离更安全。关于明尼苏达州，今天爆出了很多关于嫌疑人的可怕细节。你给州长打过电话了吗？或者和他们中的任何人通过话吗？我没怎么给他打电话，
他这个人嘛，他任命了那个人担任那个职位，我觉得明尼苏达州的州长太离谱了。我才不给他打电话，我为什么要给他打电话？我当然可以打给他，然后说你好啊，最近怎么样？他根本什么都不懂，简直一团糟。所以我当然可以装好人，给他打个电话，但这不是浪费时间吗？能谈谈美丽大法案在参议院的情况吗？我们进展顺利，参议院那边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，很棒的法案，对吧？你接受他们的修改吗？我目前听到的消息是进展顺利。如果这个法案没通过，税率将增加68%。我觉得民主党将不得不，因为我们不会得到民主党的支持。你想想，我们本来可以有史上最大的减税，结果却要面临史上最大的增税68%。你要再次延长 TikTok 的期限吗？可能吧，可能还得需要中国批准。我觉得没问题。这样做有法律依据吗？我觉得习主席最终会批准的。有法律依据吗？我们有。关于伊朗还有2个问题，有没有迹象表明朝鲜正在更多的参与帮助伊朗，或者俄罗斯是否更多的参与了？我没看到，没有，我觉得没人想卷进去，太乱了。那些想离开该地区的美国公民，因为机场关闭了，等古里安机场也关闭了，他们的情况怎么样？我们正在尽力处理，我们正在努力，我们正在尽力。非常感谢大家，大家一切顺利。谢谢。